手机、电脑用太久，隐形眼镜戴超时，小心这些用眼习惯让干眼症找上门哦。干眼症呢，过去我们都常认为说啊，这是老人家专有的疾病嘛，但是随着全球科技的发展，那3C 产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产品了。超时的用眼呢，也让我们这干眼症的族群年龄逐渐的下修。那其实干眼症呢，除了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说啊眼睛会干涩之外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烧灼感啦，异物感啦，然后会有痒痒的感觉啦，然后甚至怕风、畏光、流泪等等。病患有一种他会跟你抱怨说，他把觉得好像是凉嘛，这种黏黏的分泌物其实会是比较多。那有时候它也会影响到视力，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视力不是很稳定，有时候暂时就视力会忽好忽坏这样子。当然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病人眼睛就会红肿起来了哈。那这种长期暴露在这种很干的眼睛的时候，其实它也会造成角膜破皮啊，然后角膜病变，然后甚至影响到视力了。现在的人用眼习惯像是长时间手机、电脑、平板的人啊，办公室的族群啊，他们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工作，那这种干燥的环境也很容易造成干眼症。另外就是画眼妆、种睫毛，但是他又没有注意到卫生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超时戴隐形眼镜，然后长时间点用一些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像熬夜啊、这个夜猫族啊这些等等，应该是说生活上的这些习惯都很容易造成干眼症。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药物，你长期使用也会造成干眼症。比较常见的像利尿剂啦、高血压的药啦、抗组织胺啦，以及安眠药，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的泪液分泌变少，所以很容易导致干眼症。事实上，干眼症是属于慢性发炎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这种慢性病是不可能可以治愈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长期积极的去治疗它，打破这个发炎的一个恶性循环。那如果我们不治疗它的时候啊，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而且会造成视力模糊，甚至角膜的病变，造成视力影响。你在治疗干眼症之前，我们就要对病人的病情做进一步的分析，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干眼症。首先，我们要了解说，这薄薄的一层的泪液啊，其实它是分作3层的，有油脂、水、黏液层，那缺一不可，而且要是非常平衡的。其中油脂层呢，它是睑板腺去分泌的。那这种睑板腺它分泌出来的油脂，主要是让我们的泪液蒸发速度能够变慢。那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人，他就是这个油脂分泌不足，所以我们的泪液蒸发速度就过快了，我们就称它为蒸发型干眼症哈。那另外一型呢，就是本身泪水分泌不够的。那像我们年老性啊，因为我们的功能泪腺减退了，所以减少了。然后另外就是长期戴隐形眼镜，或是有一些免疫方面的疾病，造成我们的泪水不足。那其实根据统计啊，在我们所有的干眼症的族群里面啊，其实有80%它是属于混合型，又缺水又缺油的。一般传统治疗方式有药水、药膏、人工泪液等等啊。在这个所谓的人工泪液啊，其实是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检查，知道说，你该补充是水还是油，知道什么样是最适合消费者的。我们也会建议病人要多做热敷。保养品的部分啊，其实有一些含有鱼油的健康食品，在临床上也是有报告对干眼症是有帮助的。那至于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睑板腺功能的障碍，目前比较积极的治疗方式有2种，一个是热脉动治疗仪，一个是眼科专用的脉冲光。热脉动治疗仪它是利用仪器加热恒温控制在42.5度，并且规律的按摩我们的眼睑，帮助排出在睑板腺很久的老废的油脂，能够减缓干眼症的症状，还能避免阻塞造成睑板腺的萎缩。那眼科专用的脉冲光，它是透过一个低功率的雷射导热能到我们的眼睑深处，把一些老废的油脂软化，同时活化眼睑的功能，促进我们眼睑的分泌。同时呢，它还可以杀死眼睛周围的一些细菌或蠕形螨，也因为它可以让发炎的小血管闭合，所以可以减少发炎的反应。因为眼科专用的脉冲光，它的波长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安全性也相当的高，是目前通过 FDA， 是国际上很常见治疗干眼症的方式。有干眼症症状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真的是干眼症啊，那还是有可能是有其他眼科方面的疾病啊，像我们提到就是眼睛红肿啊，有可能是
发炎啊，可能是感染啊，那另外就是像眼压过高也会觉得眼睛酸涩疲劳啊。但是眼压太高的话，是会引起青光眼，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眼睛的视力的问题。当有干眼症状或眼睛不适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到眼科诊所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然后先找出原因之后，再针对原因做进一步的治疗，才能够确保你眼睛的健康。